我叫陈峰，3年前，我抵押了城里的房子，倒贴180万，盘活了村里破败的养老院。我管吃、管住、管看病，把老人伺候的无微不至。政府的补贴、社会的捐款，我一分没留，全砸在他们身上。张叔，这床电热毯专门给您加的，晚上还冷，您随时喊我。小陈，你简直比亲儿子还亲呐！却不想这份真心换来的是全村的眼红记恨。为养老院拿下300万投资那天，我成了虐待老人、敛财薄名的黑心院长。陈峰，你虐待老人，不得好死！没错，这些年不知道赚了多少黑心钱，打死他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人渣，实际却吸着老人的血，想独吞投资和捐款。没错，大家齐心协力，让他交出管理权。我悉心照顾的老人，也当众诬陷我虐待、贪钱，要我把牢底坐穿。你靠我们拿到的钱，当然应该拿出来分。就是陈峰，做人不该不讲良心啊！我当场宣布永久退出养老院，交出管理权。我退出养老院！他们欢呼雀跃，开始痛快，却不料仅仅过了半年，他们又跪在我的心院门口磕头求我回来。3天前，我正在跟食堂门口跟负责人交代下个季度的采买事宜，村长带着村民踹开了养老院大门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个人渣，表面上开养老院做好事，暗地里却欺压老人，私吞捐款。李磊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欺压老人了？陈峰，别狡辩了，我们已经查清楚，你用老人做宣传，博同情，去拿社会高德补贴和捐款往自己兜里捞，是你自己主动交代，交出养老院管理权，还是我们一起去举报，把你送进去坐大牢？看着村长眼里的贪婪，我忽然明白他们今天来的目的。当初我回乡创业，是村长李建国带着全村求我接手养老院，说村里穷，老人可怜，吃不上饭没人管，病了瘫了也只能等死。我可怜老人就答应下来，凭着我的运营和3年砸进去180多万，却没想如今刚拿到投资，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翻脸。说我贪污克扣，你们有证据吗？你知不知道养老院每个月水电伙食护工工资要开销多少？我每个月都要往里倒插多少钱？嘿，你少在这冠冕堂皇，几个老人能吃多少用多少。我看你就是拿他们当幌子，一边骗补贴和捐款，一边博名声。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跟他妈婊子似的，又当又立。就是，要不是这些老人，你能拿到那么多捐款吗？可钱呢？我们1分都没看到，肯定是被他贪了，不然谁会做赔本买卖，还要我们每个月交钱？没错，像他这种黑心干的东西，就该天打雷劈。你们污蔑我可以，但你们问问这些老人，我给他们住新床新被，24小时热水，冬有暖气，夏有空调，顿顿有肉有菜，生病我亲自送医，医药全免。你们问问他们，我平时到底有没有苛待他们半分？陈峰，你少花言巧语。我爸都告诉我了，他在你这儿住着，平时瘦嘴马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今天屋里冷得跟冰窖，你自己看看我爹的腿都冻成什么样了。没错，我爹也是一样，在你这儿住了2年，硬生生瘦了30多斤，顿顿吃不饱穿不暖，病了也不给看，这哪里是养老，这简直是要命。我看你心肠黑的没边了，就是虐待老人不得好死，交出养老院。大家别怕，今天有村长在，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，谁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。他陈峰要是再敢威胁你们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没错，大家不要怕，实话实说，有组织给你们撑腰，谁也不能欺负你们。确实有点冷，被子很薄，饭也吃不饱，还经常挨骂。是真的，我们都遭受过他的虐待，扣我们的吃穿，还不给我们看病。你们说我克扣，说我虐待，这3年我端茶倒水，殚精竭虑伺候。张叔，你半夜心梗，是我背着你跑了2里地。王叔，你骨折，是我衣不解带照顾。刘大妈，你儿子3年不管你，我拿你当亲妈伺候。张叔最怕冷，我特意给你多加了电热毯，还提前半个月
就把暖气烧上。王叔，你确实瘦，可你本身就有糖尿病，我顿顿给你做低糖餐，亲自喂药，生怕你吃错一口。我掏心掏肺对大家，把你们当亲人伺候，没想到到头来换来的是你们的污蔑。陈峰啊，我们也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但是村长说了，人家大公司马上就要给你投资好几百万，你也不能自己独吞呐。就是啊，是啊，要不是我们这些老人在这撑着，人家能给你钱吗？这么大一笔，大家都该有份啊！对呀，这确实该分。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投了多少进去？为了让你们过得好，我连给我妈买的养老房都押进去了，而且没有我，人家根本不可能给钱。你放屁！那投资是给咱们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识趣，赶紧交出管理权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就是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要不是你拿老人博同情，谁给你投资？谁给你捐款？这些钱就该是属于老人的，应该拿出来大家分。我贴金？你们也不想想这养老院当初是什么样子？四面漏风的墙，屋顶下雨就漏水，茅坑臭气熏天，连个床都没有。是我自己掏钱翻修屋顶墙壁，装热水器，安空调，哪一样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？那不是你自愿的吗？又没人逼你。再说了，要是没钱赚，我才不信你这么积极。就是每个月还收我们200块钱，真是良心被狗吃了。200？你们自己在外面打工，真不知道物价吗？一斤猪肉多少钱？一盒降压药多少钱？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坑你们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们都想要钱，行，那我可以公开账本。这里面记着这些年所有款项，包括养老院的开支，大到装修设备，小到米面油盐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你们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上来翻。你少拿着破本子糊弄人，东西都在你手里，还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？你既然敢贪，弄虚作假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造假？行，只要你们要，采购票据、转账记录、发票凭证，我全能一样样拿出来。你行了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，赶紧交出管理权。我已经联系好专业机构，人家马上就过来接手了。人家可是有专业护工、正规设备和服务，只要你交权，老人们立刻能享受到比现在好10倍的待遇。专业机构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们这是要过河拆桥是吗？什么过河拆桥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这自己瞎搞，让老人跟着你受苦。人家正规管理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到时候投资还给大家分红呢，那么多钱，每家不得好几万？听到分钱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，村民们再次团结一致，恶狠狠瞪着我。让他交权，这个黑心商人就知道吸老人的血。没错，亏我们那么信任你，交出管理权，交出管理权。我要是不交呢？养老院当初是你们求我接手的，我砸光积蓄，苦心经营，才有今天的起色。你们卸磨杀驴，吃相未免太难看。陈峰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没必要闹这么难看。虽然你这些年克扣老人，贪污捐广，但只要交出管理权，我们还是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你们要怎样？否则就让你牢底坐穿。这养老院是村里集体的财产，你一没合同，二没交过租金，白白用了3年，这叫非法侵占。你要是不交权，我们现在就联名举报，直接把你送进去。白用！这养老院哪个地方不是我翻修，哪样东西不是我添置的？当初是你们求我。少废话，反正你没合同，这就是事实，联名信都写好了，大家也签字摁了手印，一旦交上去，你这辈子别想翻身。不过你要是肯乖乖签了这份自愿放弃养老院合同啊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看着桌上那一叠厚厚的联名信，上面早就签好了每个人的字，包括我这院里的老人张叔、李婶、王叔，自愿放弃所有投入，所有和养老院有关设备归村里所有。所以你们早就已经串通好了。管理权我可以交出来，但这3年我自己花钱添置的东西，我必须全部带走。凭什么？这是村里的财产，我们让你白用养老院这3年，
没让你给钱，已经是给你脸了。就是你贪了村里那么多捐款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还想搬东西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些年你从老人身上捞了多少黑心钱？除非你把钱交出来，否则一件都不许带走。对，一件都不许拿走。对，你们太过分了！陈院长照顾你们3年，捐款全砸在你们身上，自己还倒贴100多万。说他贪污，这些年他付出了什么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这里的东西哪个不是他买的？他掏心掏肺对你们好，你们呢？翻脸不认人，到底有没有良心？良心能当饭吃吗？能分钱吗？就是，说的好听，还不是为了自己贪污方便？那可是我们全村的钱。我看你跟他就是一伙的，再敢替他说话，连你一起打！没错，今天我们都守在这里，谁敢拿东西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走，陈院长，我们这就去搬东西，您只管搬，我老刘给你守着，我看他们谁敢动！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进去，那可是我们大家的财产。东西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拿走！陈院长，小心！老刘，你怎么样？我带你去医院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们先要拿东西。张叔打得好，这种黑心烂肺的东西就是该打，您老当益壮啊。孙总，您说，放心，今天就能签字。不过里面那些东西，他有就会先回。行，好。孙总好心，不跟你们计较。你那些破烂可以搬走，不过我只给你1天时间。明天要是搬不完，别怪我全给你砸了。可不能让他搬走那床、那空调、电视，搬走了我们有什么？大家的财产都别吵，听我说，人家阳光养老机构是市里的专业机构，设备服务都是有标准的。床、空调到时候给大家换全新的，比陈峰那些破烂强10倍，而且人家还跟大家签合同保证，只要咱们今天签了，明天就搬东西。真的？那合同在哪儿？我马上就签。没错，大机构就是不一样，我们签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不管什么机构，我劝你们还是先查一查再签合同。你懂个屁！我看你就是嫉妒，见不得大家过好日子。人家孙总那边可是大机构，别以为挑拨2句，大家就会信你。没错，陈峰，你这种黑心肝的，别在这碍眼了。就是，赶紧签了字滚吧，别拦着我们过好日子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好，既然你们执迷不悟，那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我把老刘送到了最近的镇医院，还好没有什么大事。陈院长，您真走啊？我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，这3年您是真心实意对他们好，是他们鬼迷了心窍。什么外面的机构，那李磊做事最不靠谱，他们迟早会后悔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那是他们自己选的路，我不再干涉任何人的因果。可是养老院是您这么多年的心血呀，您殚精竭虑，好不容易才打出了名声，拿到第1笔大投资。如果现在走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他们？更何况您花那么多钱买的东西，除了养老院还能搬到哪里？我倒是有个地方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？你说，咱们隔壁青山村也有座养老院，其实就是处破败的院子。当初有工厂想在那边投资，后来没建成，就改成了养老院，收留一些孤寡老人。但就是那边更贫困，只怕……不怕，当初我接手这边不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吗？现在咱们有经验又有设备，账号还在手里，比当初条件好多了。您是说……一会儿我就去谈，把那边租下来。这次签好合同，明天就把东西搬过去。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了，不如赌一把。您不用去，我可以打电话。其实那边的书记就是我舅舅，他知道我跟着您做事后，早就跟我提过。但我知道您在这边耗费了多少心血，也舍不下这边的老人，所以您要是过去，他肯定给您最优先的条件。
第二天，我便联系了镇上拆线搬运和货运队的人，一起去搬东西。而村长和李磊那边也安排所有人跟新的接管团队签了合同。一个一个来，都别急，大家都能签。签了，以后咱们也是股东了，太好了！孙总说了，投资款一到，每户先花2万块。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，以后年年都有分红，比出去打工强多了。师傅们，开工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咱们陈大圣人来搬那堆破铜烂铁了，还专门雇了2辆大车，真是下血本了。不过你这堆破烂能搬去哪儿？说不定是想拿去回收站回点本呢。那些旧床旧被送给我，我都嫌脏。人家孙总说了，回头给咱们换全新的5星级设备，谁还稀罕他那些破烂？要搬赶紧搬，别耽误孙总的施工队进场。呸！一群没良心的东西，忘了当初是怎么求您留下的。现在您把养老院和村子都带好了，他们坐享其成，还在这说风凉话。老刘，让他们说吧，坐享其成，那也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陈院长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们觉得投资的事儿稳操胜晃，所以敢这么嚣张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能不能拿到投资，不是他们说了算。先让人搬东西吧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们跟我去里院。你们几个进去盯着，可别让他拿走了咱们养老院的东西。没错，这种人谁知道手脚干不干净，咱们可得看紧点儿。磊哥放心，我们进去盯着，他一根针都别想多拿。很快，我的东西就全部装上了货车，朝着另一个村庄开去。而柳林村的一切都与我再无干系。来了，我看到车了。陈院长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我是青山村村支书，您叫我老吴就行。吴书记，辛苦大家了，不用专门来接我。您能来我们村是我们的福气，大家都过来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陈院长。陈院长，您的情况，我外甥老刘都跟我说了。您在柳林村那边受了那么大委屈，还愿意来我们这穷地方，我们全村人打心眼里感激您。这是村里凑的，不多，8000块，是我们大家的心意，您别嫌少。以后每个月该交的，我们也不会少。要是家里实在困难的，村委会来想办法，绝不让您一个人扛。吴书记，这钱我不能要，钱的事儿我自己会想办法。那怎么行？您来我们村救急，还带了这么多东西，总不能还让您贴钱。我们村虽然穷，但做人的道理还是懂的。而且您来了以后，村里老人有保障，年轻人也能更放心出去赚钱。您这是帮了我们大忙。没错，我听说柳林村那边就是靠陈院长，不仅盘活了养老院，还宣传了村里，带动了旅游和就业。这几年那边经济都好起来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不知感恩。陈院长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。当初在柳林村，他们求我拿感情绑架，从不肯出分毫。我不过每月收200，就被他们骂黑心、克扣、掏心掏肺3年。他们只觉理所当然，良心被没想到是这些外村的陌生人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人心换人心。吴书记，您放心吧，这次我来青山村是有备而来。除了车上这些设施，我手上还有一笔投资。投资？那投资不是给柳林村的吗？我说了，能不能拿到投资，不是他们说了算。陈院长，我是赵国强，每年500万投资今晚到账，你空了来市里把补充合议签一下。不用了，赵总，我已经不是院长了，我被他们赶出了养老院。什么？养老院不是你建的吗？我们投钱是看中你，你不在，投资就取消，你去哪儿，我们的钱就投到哪儿。放心，以后我陈峰就在青山村，我帮大家一起把青山村养老院建起来。好，陈院长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我带村民重建养老院，投资很快到账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是孤军奋战，村民们为了让我少花钱，都自告奋勇来帮忙，活累活都抢着干，
连老人也没闲着，一起帮忙出力。陈院长，您歇着，这点活我们来。就是，您出钱又出主意，力气活哪能再让您来？来，哥们来。陈院长，我来，您指挥就行。青山村淳朴善良的人，让我不禁想起当初，我自己请人出钱，还要搬砖、刷墙、装空调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却从没有人愿意主动分担。陈院长辛苦了，您加油！现在看着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的样子，我更加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带着他们过上好日子。与此同时，柳林村这边，李磊也带着那个所谓的阳光专业养老机构进来了。孙总您来了，您看看，这就是咱们养老院，马上投资就下来了，到时候您还可以扩建，搞更多人进来，拿更多投资开发咱们村，村里的地都无条件批给您。不错，前途无量。那之前说的分红，放心，我说过的，少不了你们。合同都签完了吗？没问题，早就签完了，我一会儿就让人送到您办公室去。条件虽然差了点，不过没关系，等我们投资款到位，全面翻新改造，给老人们弄成5星级养老标准，独立卫生间，24小时护工，营养餐，康复室应有尽有。还是孙总有实力，比那个黑心的陈峰强多了。就是，这才是干大事的人。客气什么？养老院就是为了老人能安享晚年嘛。我们可是专业机构。行了，都先把东西搬进来吧。都小心点儿，这可都是进口高级货，一张床就上万。看看人家这床，比陈峰破木架强100倍。我就说嘛，陈峰那土包子哪能跟人家比？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，等投资到位以后，年年分红，躺着赚钱。半个月时间，孙总的机构完全接管养老院，他们搬来新的护理床、液晶电视，还扩建了活动室。食堂的菜单上也多了花样，护工也穿上了大褂，看着的确比当初气派，却不知命运的亏待，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真的，我亲眼所见，那些东西都是垃圾场里拉出来翻新再用的，连毒都没消。不用管了，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。大家看着换新的养老院，都十分高兴，以为在家躺着拿分红，享受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村长和李磊也成了全村的大功臣，被大家捧上了天。还是村长和磊哥有本事，人脉广，真正为村里谋福利。没错，以后就跟着你们发家致富，奔好日子。所有人都沉浸在虚假繁荣里，却不知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到来。你们还有脸来问我分红？不是说半个月投资就到吗？现在投资呢？我当初亲眼看到合同写着500万投资，每年都有，我叔盖过章。在哪儿呢？1分钱都没有，我还倒塌进去10多万。这不可能啊！您之前找人查过，确有其事啊。对呀，我还有合同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投资早撤销了？我知道了。你们敢骗我？投资早撤销了？不可能，合同还在我这儿，公章还在，我房陈峰没给他。乙方管理权必须由陈峰全权负责，管理权变更，协议自动终止。必须是陈峰管理，你们当初怎么没说这个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当初陈峰拿来，我只管盖章，后来知道是投资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扣下了，谁知道……滚开！你们害我损失了几十万，那些设备、人工全打水漂了，这笔账我必须讨回来。今天早上，全体村民到养老院开会。
这是要干啥？这大早上的，为什么要养老院开会？是不是投资到了要分钱了？肯定是啊，孙总把咱们叫来，准是有好事儿。乡亲们，安静一下，听我说几句。这段时间，我孙德茂带着阳光专业养老机构入驻咱们柳林村，做了什么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新床、新家具、新电器，专业护工、营养餐、康复室，大家满不满意？满意，孙总大气。没错，比那个陈峰强多了。孙总才是真正做实事的。既然大家都满意，觉得我们的服务好，那试用期嘛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试用期？什么试用期？从明天开始，这里每个人都必须缴费。什么收费？孙总您不能这样啊！当初不是说好免费的吗？对呀，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，还说要给我们分钱，每家每户好几万呢。就是，现在怎么变成我们要交钱了？说清楚！免费，你们还想要分红？就算有也轮不到你们，更何况现在投资款都没了，难不成你们还想老子做慈善，让你们白吃白住？怎么可能？合同我们都看了，白纸黑字写着有500万投资，怎么会没有？就是，是不是你们把投资款贪污了，不想分给我们？孙总，那投资款可是给咱们村的，你可不能坑人啊！老子坑你们，你们也配？当初合同签的就是投资抵花费，不够你们就得自己补，不然你们真以为老子给你们掏钱？明天开始，每人每月基础管理费3000，吃喝拉撒另算。3000还是基础管理费？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呀？我出去打工1个月都赚不到啊！就是，当初陈峰在的时候，一共才收200，你们这是抢钱！我们不交，坚决不交！你们这是骗人！骗人！当初你们可都是自愿签的合同，听说还积极的很，家里没到年纪的老人都非要塞进来，占便宜的时候积极，现在跟老子说不交。老子告诉你们，为了这个养老院，老子已经投了几十万，要是不给老子交齐，老子让你们牢底坐穿！那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要解约，不住了。对，解约！你们就是骗人机构，我们不住了。解约！解约啊！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3年起签，违约赔偿30万，拿不出那就得每个月乖乖给老子交钱。30万，我这把老骨头上哪儿弄30万啊？我就是个种地的，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呀！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呀！少给老子在这里哭丧！这些年老子处理过的无赖多的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交钱的就给老子干活去，谁也别想吃饭。这可怎么活呀？我这把老骨头，1个月3000，吃饭睡觉还另算。违约30万，我攒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当初说的好好的，分红、免费、享福，全是骗人的。对了，村长呢？李磊呢？他们怎么没来？就是啊，当初可是他们俩拍着胸脯保证的，咱们才签合同的。对，找他们去，他们不给个说法，今天没完。走走。叔，现在咋整啊？那孙总不是善茬，村民要是拿不出来，就要咱们……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当初你怎么和我说的？叔，还考虑啥？人家机构说了，投资款一到账，
大家都能分钱，而且还单独给咱们这么多。你这个机构靠谱吗？他们为啥找你？村里这些老人事儿多，可别闹出乱子，到时候不好收场。绝对没问题，他们专业干这个的，有经验，而且他们承诺了，麻烦事儿全归他们管，跟咱们一点关系没有。行，这陈峰也确实太不像话了。我看那院里这几年那么多补贴和捐款，咱一分都没见着，是该让他长点记性。是你跟我说绝对靠谱，现在呢？村长呢？李建国，李建国，你给我出来！李建国，你出来把话说清楚！你不是说免费分钱吗？没错，当初可是你让我们签的合同，现在出了事儿，别躲起来当缩头乌鱼。对，说清楚！大家别激动，这件事儿我们也在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当初要不是你们给大家保证，我们能签这合同吗？就是，现在不仅没有分红，还要我们每个月交钱。我们哪儿来的钱啊？这事儿你要是不解决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合同是你们自己签的，谁逼你们了？你们自己占便宜没完，现在怪谁？你还有脸说？不是你说稳赚不赔的吗？还让我们把陈峰赶走。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当初陈峰在这里的时候，可没说过这么多，这是在抢钱。够了，都给我住嘴！当初是谁嚷嚷着快点签合同的？合同拿到你们手里，你们自己不看，现在跟我闹有什么用？投资款下不来，我还能变出来不成？那不管，反正是你们保证的，你们必须负责到底。你要是不解决，我们就去镇上、去县里告你们。对，告你们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行了，你们在这里跟我闹，我也没办法。今天都先回去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不行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跟养老院勾结？万一我们走了，你不管我们怎么办？你不走，行，你不走我走，托付。叔，等等我。叔，咋办呀？孙总那边可说了，要是续不上费，明天就开始断水断粮。这大热天的，不是要人命吗？到时候可真要闹出乱子来了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当初你贪那点钱，非要赶走陈峰，把他留下来当个副院长也好，能有今天吗？可他能答应吗？再说那可是15万，当时您不也想要吗？要不再去把陈峰叫回来不就行了？他能回来吗？你可别忘了当时咱们是怎么把他赶走的。那又怎么了？除了咱们这儿，他还有地方去吗？您别忘了，他可是身无分文，房子都抵押了。咱们现在叫他回来，是给他活路，他肯定求之不得。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接到李磊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跟青山村民们一起举行简单的养老院的竣工仪式。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，原本破败的院子已经焕然一新。乡亲们，咱们青山村养老院正式建成了，这都要感谢陈院长，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设备、投资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未来和希望。现在请陈院长上来为咱们讲两句吧。陈峰啊，是我，李磊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看你走了也没地方去，决定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回来继续干。不用了，柳林村，我不会再回去的。陈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是看你可怜才赏你口饭吃。你一个丧家之犬，房子都抵押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除了回来你还能干什么？我这是在给你活路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不好意思，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。至于你们，当初逼我签字的时候，就已经与我再无关联。陈院长，那人是柳林村的吧？太不是东西了！您需要我们干什么，只管说。没错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们马上杀到柳林村，为您出了这口恶气。
不必理会，他们如何是他们的选择，我们的路在前面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好的回应。拒绝了李类之后，青山村养老院也正式开业了。有了投资，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管理和运营经验，一切比预想中更加顺利。我们不仅扩大了养老院规模，接收了更多老人，还聘请当地村民，拉动了就业。甚至有热心企业家提出要追加投资，甚至在这边投建希望小学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而柳林村那边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。当初村民们为了占便宜，家家户户都跟孙总的公司签了合同，而现在他们所谓的专业机构却拿着合同要将他们往绝路上逼。快点儿，都排好队，赶紧把钱交了，别耽误我时间。孙总，我这个月的管理费实在凑不齐，能不能宽限几天？我老婆病了，孩子还要交学费。宽限？你合同上签的是每月5号前交，今天都10号了，住纳金按每天5%算，你自己算算欠了多少？孙总，求求您了，我真的没钱呀！没钱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没钱就拿你家的房子和地来抵。反正你们那块地还值点钱。天哪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们这帮畜生啊！你们这帮畜生啊！先拖出去，别让他在这儿哭，晦气。下一个。管理费、护理费还只是开胃菜，而每个月单独计算的吃喝拉撒、水电空调，像一把无形的枷锁套在每个人的头上。刷卡。余额12.5，余额不足。没钱还有脸来打饭，老东西，赶紧交钱去！我儿子刚交了500，真的没钱了。没钱就别吃，要么你就把地上的舔来吃了。老不死的，就知道睡，都6点了，赶紧起来干活，再不干活中午没饭吃。热，给开个风扇吧。开风扇那得加钱，老不死的，饭都吃不起了还要开风扇。陈峰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终于村里被搞得乌烟瘴气，之前刚刚有点起色的村庄也再次变得死气沉沉，村民们再也受不了了，再次联合起来，冲进了村委会。妈的，陈峰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一个丧家之犬，老子让他回来收拾烂摊子是给他脸，他竟然给老子拉黑了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这孙总做的也太过分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要出大事儿。能出什么大事儿？反正合同又不是咱们签的，村里那些泥腿子好骗得很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李建国、李冷，你们两个狗娘养的，滚出来！这是要逼死我们是不是？乡亲们，有话好好说，那合同是你们签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没办法，当初要不是你是村长，你们怎么可能会相信？对，是你们说要赶走陈峰，要带我们过好日子，今天不给我们个交代，谁也别想走。干什么？放手！再动手我报警了！你报啊，让警察来看看你们干的好事。乡亲们，别动手，我们这不正在商量吗？商量个屁！你们商量多少次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必须解决。没错。乡亲们，你们冷静点，这事实在不怪我们，要怪都怪陈峰。当初那投资款本来就是给村里的，凭什么他走了就没有了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蹊跷？其实这件事儿要怪就怪陈峰，当初合同是他签的，都是因为他加了附加条款，
才导致大家拿不到投资，搞成现在这样。你们要找人负责，就应该找陈峰去。你少在这甩锅，陈峰早就被赶走了，现在人都找不到。我知道啊，我已经查到了，他从我们这儿离开后，跑到青山村又开了家养老院。什么？陈峰跑青山村去了？青山村不是远近出名的贫困户吗？哪儿来的养老院？对呀，你们想想，青山村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说不定就是陈峰把我们的钱拿过去才建的养老院。他自己赚的盆满钵满，哪还管大家的死活？对呀，不行，咱们去青山村找陈峰算账去。对，必须让他把我们的钱吐出来。不行，你们也得一起去。这件事要是不解决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对，没错，一起去。这是青山村？不可能！我3年前来过青山村，那时候这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一下雨人都走不进去。你们看那边，那是什么？青山村希望小学建设中。希望小学？青山村居然有希望小学了？卫生所？青山村什么时候建卫生所了？我们柳林村都没有卫生所啊！这些是不是都是陈峰来了之后才有的？这些本来都该是我们的呀！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都怪陈峰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拿着我们的钱跑了。今天一定让他把钱都吐出来。没错，都怪陈峰，那是我们的钱。去找陈峰算账。这也太气派了，比咱们那边好10倍都不止。陈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拿着我们的钱，跑到这破地方来装好人！你把我们柳林村害得好惨！没错，陈峰，你个叛徒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把我们的钱还回来！把我们钱吃他，不然打死你这个叛徒！青山村的人群情激愤，拿着镰刀、锄头就将大门堵了起来。此时，我正和村长在院内跟2位投资人聊下一步村里的建设规划。听到外面的喧哗声，我们都走了出来。你终于敢出来了！你这个骗子、叛徒，拿了我们的钱！没错，还钱，把我们的钱还回来！我爹都快被折腾死了，你倒在这里享福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陈峰，我要跟你拼了！你们柳林村的真不要脸！当初不是你们自己要逼走陈院长吗？现在后悔了，晚了。就是，你们自己有眼无珠，怪得了谁？放屁！谁后悔了？陈峰就是个骗子，他拿我们的投资款跑到你们这儿来充好人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们柳林村的。没错，他贪污我们的捐款和投资，丧尽天良，让他把钱交出来。你们青山村现在的一切都该是我们的。放你娘的屁！陈院长清正廉明，他做的每笔账都公开透明，你们有证据就去告，没证据就闭嘴。就是，陈院长来了以后给我们修路、建卫生所，你们现在知道眼红，早干嘛去了？别听他们胡说，冲进去把陈峰拖出来！都住手！你们说我贪污，说我背叛，说我是叛徒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当真不记得当初是怎么逼我离开的吗？我在柳林村3年，吃住都在养老院，老人的屎尿我擦过，老人的药我喂过，老人半夜发病，我背着他们跑过10几里路去卫生院。这些
你们真的看不到吗？还是你们装作不知道？少在这煽情！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钱呢？投资款呢？投资款，我之前就说过，那投资是投给我陈峰的，不是给你们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今天在这里，我就让你们看清楚。正好，今天投资人赵总也在，赵总，麻烦您。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投资方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，我的投资从来都是给陈峰的，跟你们村、你们养老院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是认可他的为人，认可他的能力。至于柳林村，如果不是陈峰，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。但我没想到你们会蠢到自己逼走陈峰，还说他贪污克扣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当初为了拿到这笔投资，为了给你们争取福利，他放弃了多少自己的利益？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们知道吗？他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。你胡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不算什么，但我至少知道你们嘴里那个专业机构在市区早就臭名昭著了，官司缠身、拖欠工资、虐待老人，黑历史一抓一大把。你们连这种人的合同都敢签，我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。所以是我们自己引狼入室，是我们亲手把财神爷赶走，把豺狼请进来的，是我们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。陈院长提醒过我们，也劝过我们。我们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！陈院长，是我们错了，你救救我们吧。是啊，那个阳光养老机构简直不是人，他们要逼死我们呀！我们不该听信李了的话，我们不该逼您走啊！现在知道求陈院长，当初早干嘛去了？这是你们自己做的选择，我帮不了你们。陈院长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帮帮我们吧，不然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爸已经被他们害得下不了床，现在就快不行了。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欠下了巨额债务，连我们的房子、土地都快要被孙总收走了。陈院长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快想想办法吧。陈峰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贪，不该被利益蒙蔽。可乡亲们好歹是看着你长大的，陈峰，你不能不管大家的死活啊！陈院长，您千万不能心软，这些人就不值得您对他们那么好。当初我对你们掏心掏肺的时候，是你们污蔑我，处心积虑把我赶出来。那时候可有人为我说过话，考虑过我的死活。你们现在也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想起我来了。可我陈峰不是什么圣人，我也有心，我也会寒心。柳林村的事儿，我不会再管。陈峰，求求你，我们真的没活路了，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我可以帮忙，但绝不是为了你们，只是我不想看到自己长大的土地被人侵害，不想看到违法分子逍遥法外。我会帮你们找律师，但费用得你们自己出。后续的所有事情，打官司也好，报警投诉也好，都跟我无关。我只是指一条路，走不走，怎么走，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好，谢谢陈院长，谢谢。后来，我帮柳林村的村民联系了律师，律师带着大家收集证据、整理材料，去法院提起了诉讼，甚至还联系了记者曝光，案件一度得到广泛关注。孙总那边一开始还想抵赖，甚至找人警告村民，但这一次有律师的提醒，村民们没有再退缩，他们团结在一起，互相作证，把孙总虐待老人的视频、合同里的霸王条款、村长李磊收受回扣的证据全部摆在了法庭上。孙总恼羞成怒，派人报复。李磊被人在村口打断了双腿，住院3个月，至今还拄着拐杖。最终，法院判决孙总的公司合同诈骗罪、虐待被看护人罪成立，孙总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公司被查封，所有非法所得被追回，村民们那些被克扣的管理费、伙食费也全部退了回来。李建国作为村长，收受孙总的回扣，被免去村长职务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。李磊虽然保住了自由，但双腿残疾，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柳林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，可有些损失却再也追不回来。柳林村养老院关闭了，那些老人被家属接回了家，但张大锁和王大锁都没能熬过那个冬天。
他们的身体早在孙总那个养老院里被折腾垮了。至于柳林村，没了养老院，没了投资，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贫困村的样子。年轻人外出打工，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。那条曾经修过的路，因为没人维护，又变得坑坑洼洼。而我带着青山村的村民修通了4周的路，扩建了养老院，收留更多无依无靠的老人，也扩建了村里的卫生所。村里就业岗位越来越多，年轻人也不用再去外地打工。同年，希望小学也落成竣工，我任名誉校长，带着青山村走向更美好的明天。